蒋洪刚出生于重庆市的一个县城，家境贫寒。王海燕的父母在县郊开了个餐馆，家庭条件比蒋洪他们家好。王海燕有2个妹妹，大妹叫王海娟，比她小6岁，小妹叫王海琴，比她小10岁。蒋洪刚和王海燕是同班同学，因家里穷，蒋洪刚的衣着特别简朴，为此经常遭到一些同学的嘲笑，但王海燕却从未因此而冷落他。每天放学后，他都不顾其他同学异样的目光，背着书包与蒋洪刚一起离校。升到高中后，蒋洪刚和王海燕2颗情窦初开的心渐渐相爱了。1980年高中毕业后，王海燕没能考上大学，蒋洪刚虽考上了，却因家里无力供养，只能遗憾地与大学失之交臂。此后，王海燕在父亲的餐馆里帮工，而蒋洪刚则在县城一家家具厂打工。他俩的恋情发展的热烈而迅速，很快就到了难舍难分的地步。自觉时机已经成熟，一天下班后，蒋洪刚又将王海燕约了出来，对他说：“我想挑个时间去你家提亲，把我们的婚事定下来。”谁知王海燕听了蒋洪刚提亲的建议后，竟埋着头半晌没有出声。过了好半天才抬起了头，哽咽地说：“其实我的父母一直不同意我俩交往，他们嫌弃你家太穷了。不过我不嫌弃，我愿意跟你在一起。”王海燕的一番话令蒋洪刚既震惊又感动。这一刻，他的倔劲儿与斗志被空前的激发出来。他搂着海燕的双肩，向他发誓说：“我一定要出人头地，我要让你的父母看看，我不是个孬种。”听到蒋洪刚说出这么有志气的话，王海燕深情地望着他说：“我果然没有看错人，我等你。”心上人的爱情承诺以及遭遇势利眼的屈辱感，成为蒋洪刚今后奋斗的强大动力。在接下来的几年里，他一边工作一边刻苦学习。在这段时间里，王海燕的父母多次逼着女儿与富家子相亲，但都被他明确拒绝。见女儿如此冥顽不化，王海燕的父亲王保忠气得跳脚，认为是蒋洪刚给他的女儿灌了迷魂汤。每当蒋洪刚约见王海燕时，王保忠都会百般阻挠，还骂蒋洪刚不自量力。1989年，蒋洪刚如愿考上国家干部，吃上了皇粮。很快，王海燕的父母便得知了消息，他们没有想到，以前被他们瞧不起的穷小子居然能有今天的出息，当上了国家干部。因此，当蒋洪刚再次约会王海燕的时候，他们不仅不再反对，而且尽量为他们创造条件，还经常留蒋洪刚在他们家里吃饭留宿。看着准岳父母前居后恭的态度，蒋洪刚徒增了许多优越感，虚荣心也得到了莫大的满足。带着这种虚荣与优越的心态，1991年，蒋洪刚跟王海燕如愿地走进了婚姻的殿堂。婚后，他们住在单位提供的单身宿舍里。1993年，他们生下了女儿蒋玉碧。1996年，他们在城区买了套2居室的房子。幸福的家庭生活成为蒋洪刚事业的推进器。由于成绩突出，他又被提升为科长。在他的事业蒸蒸日上之际，岳父餐馆里的生意却是一年不如一年。到了后来，不得不将原有的几个帮工全部辞退，让高中毕业未考上大学的小姨妹王海琴留在餐馆当帮手。而同样没考上大学的王海娟则自立门户，在城郊开了一家理发店，勉强糊口。唯一令王家感到骄傲的就是大女儿王海燕，因为她嫁了蒋洪刚这个衣食无忧的国家干部。每当蒋洪刚带着海燕和女儿去岳父母家时，看着岳父岳母那副讨好的笑脸，内心的自豪感便油然而生。这种情绪习惯了，有时也会带到自己的小家之中。每当用刚发的工资给妻子海燕买一件贵重的衣服，或者买一件首饰，他都会顺便说上一句：“你父母没想到我能有今天吧？”
每次听蒋洪刚如此说，妻子都一笑了之。自从孩子念小学后，他空闲的时间便多了起来。为排遣无聊时光，他渐渐迷上了打麻将。由于有了精神寄托，他与蒋洪刚的争吵少了许多。蒋洪刚呢，乐得耳根清净，也就听之任之。还殊不知啊，压垮他们婚姻的最后一根稻草，正是这该死的麻将。1999年10月中旬的一天，蒋洪刚在上班途中遇见一位街坊，他也是王海燕的马友之一。寒暄过后，他突然说了一句：“嘿，看着点你老婆。”然后意味深长地看了蒋洪刚一眼，便离开了。回过神后，蒋洪刚直奔王海燕经常光顾的麻将馆，将正在打牌的他拎回了家。回到家后，还没等他开口质问，王海燕倒先开口了：“看你今天这样子，肯定是知道了什么吧？既然你知道了，我也就不瞒你了。是的，我有一个相好，他是我小学时的同学张扬，现在化肥厂工作。我和他的关系是从打麻将不久开始的。他虽然也有老婆，但对我却是百依百顺。现在我全都讲给你听了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”听王海燕如此平静地述说了这一切，内心的激愤难以抑制。蒋洪刚举起手来，狠狠地扇了王海燕一记耳光：“你这个该死的荡妇，下贱的骚货！离婚，孩子财产，你什么都别想得到。”王海燕说：“早就知道你会这么说的，我从来就没有垂涎过你的权势与地位，过去没有，将来也不会。”1999年底，蒋洪刚和王海燕办理了离婚手续，女儿由蒋洪刚抚养，王海燕净身出户。虽然王海燕没带走一丝一毫东西，却将蒋洪刚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自信与骄傲几乎击得粉碎。2000年春节，离异的王海燕回到父母家中，女儿的红杏出墙让王保忠羞愧难当。在他看来，女婿无非就是忙于工作，又没有生活作风、贪污腐败等原则问题，是自己女儿不检点才导致了这场婚姻的破裂。为此父女俩整天争吵不休，王海燕一气之下干脆远赴广东打工去了。自从离婚后，蒋洪刚的生活变了一团糟。以前他从没带过孩子，不知道带小孩的辛苦与艰难。现在每天早上起床后，他都要为女儿备好早点，吃完后送她上学。下班后他得到学校接女儿，然后为她做晚饭。半夜里还得从熟睡中强迫自己醒来，提醒她起床尿尿。就在蒋洪刚被工作与孩子折腾得狼狈不堪时，前岳父王保忠出现了。2000年4月上旬那天，他主动找到蒋洪刚说：“是我们对不住你，如果你工作太忙，就将碧儿送到我这里，我们帮你带。”此后王保忠便经常将蒋玉碧接到他家里，帮蒋洪刚照顾。有时见蒋洪刚一个人在家，还特地做上许多好吃的，托二姨妹王海娟给他送过来。王海娟已经30出头了，还没出嫁，连男朋友都没有一个。她常说：“真搞不懂姐姐，放着你这么一个专一又有前途的老公不要，看上一个无权无钱的工人。”有了前岳父和二姨妹的帮助，蒋洪刚轻松了许多，用在工作上的时间又多了起来。2002年7月，他被提升为局长，单位还给他配了专车和司机。当月下旬，王保忠为祝贺蒋洪刚升职，特地买了些水果来到他家。酒过3巡，王保忠说：“你和燕儿离婚也快3年了，该重新找个人成家了。你觉得娟儿怎么样？她可比燕儿懂事多了。”王保忠的话令蒋洪刚既意外又欣喜，见他一脸认真，便顺水推舟，与海军发展成了恋人。
王海燕知道这件事后，心情糟糕透了。与蒋洪刚离婚不久，他和张扬的孽情也因张扬妻子的强势阻止而中断。尽管一直单身一人，但他仍然觉得妹妹嫁给蒋洪刚是个错误。2004年底，蒋洪刚和王海军结婚了。但无论是蒋洪刚还是王保忠和王海军，都没有对这场婚姻进行深刻的思考，没有意识到他其实从一开始就潜伏着重重危机。跟海军结婚时，蒋洪刚对他说：“家具还不太旧，换新的太浪费了。”王海军笑着说：“不换就不换，没什么。”其实王海军并没有真正的领会蒋洪刚的意思。蒋洪刚说的不换，不仅仅是不换新的家具，连家具摆放的位置也不能变动。海军正因为不了解这一点，所以才引发了他们结婚以来的第一场战争。2005年五一节，蒋洪刚到成都出差，1星期后他回到家中，刚打开家门便呆在了门口。这哪里还是他的家呀？电视从卧室挪到了客厅，橱柜也从厨房挪到了客厅，还被蒙上2块新台布，而台布上面则摆放了一个花瓶。望着眼前陌生的一切，蒋洪刚暴跳如雷，一把将台布扯了下来，啪！放在台布上的花瓶顿时掉在地上，摔得粉碎。蒋洪刚人不解气，用力撕扯那块布，见撕扯不碎，就丢在地上使劲的踩，接着发疯似的把电视机抱起来扔到床上，把电视柜连踢带拉弄到卧室，然后咆哮道：“以后这个家原来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，你不准随便动！”咆哮完后，他不顾已经吓得呆若木鸡的王海军，扬长而去。晚上，蒋洪刚与单位几个同事喝了不少酒，回到家后见家里的摆设恢复了原样，就不再追究，而是倒头便睡。后来他才知道，当晚王海娟哭了整整1个晚上。这才刚刚开始啊！以前蒋洪刚吃惯了王海燕做的饭菜，明显的感觉到海娟的厨艺赶不上他的姐姐，因此每逢吃饭时便忍不住抱怨几句。海娟起初还反驳几句，后来便不再吭声，只是埋头流泪。令蒋洪刚和王海娟倍感尴尬的是，他俩结婚之前，女儿一直叫海娟二姨，对她也亲热得很。可自从海娟嫁过来以后，尽管他对女儿百依百顺，但女儿对海娟就像陌生人似的，既不叫妈也不叫二姨。一天晚上，夫妇俩带女儿参加朋友的生日宴会，朋友逗他：“玉碧啊，你有几个妈呀？”“一个。”“那王海娟是你什么人呢？”“不知道。”玉碧脱口而出。蒋洪刚心里难过极了，海娟也窘得满脸通红。2005年底，县委组织部突然来人找他谈话，了解他的情况。据内部传出的风声，他很可能要提升。闻听此言，蒋洪刚热血沸腾，将更多的热情与精力投入到工作上，丝毫没意识到自己对妻子海娟越来越冷落。2007年5月，有人告诉他，说王海娟与一个民企老板打得火热。蒋洪刚愤怒地质问王海娟，与海燕相同的是，海娟也坦然地交代了自己出轨的事实。7月，他们维持不到3年的婚姻宣告解体。2次婚姻失败的打击不仅没有让蒋洪刚反省自身的问题，反而令他增加了对王家的仇恨与轻视。在这种被仇恨扭曲了的心理驱使下，他做出了一个无比荒唐的决定，主动向仍然待字闺中的小姨妹王海琴发起攻击。他想亲自尝试一下王家3个如花似玉的女儿是不是个个都水性杨花。因为2个女儿的相继出轨被迫离婚，王保忠感觉丢尽了颜面，深感对不起蒋洪刚。因此当蒋洪刚将迎娶海琴的想法委婉地告诉他后，他竟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
不过这一次可没有娶海军那么顺利。眼看着两个姐姐相继败走围城，王海琴对她的求婚抱以本能的抗拒。见三女儿不同意嫁给蒋洪刚，王保忠便对她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。你姐夫很可能就是未来的县长，你嫁给了他，就等于是县长夫人了。我和你妈的年纪大了，这餐馆的生意啊，也一天不如一天，我和你妈将来就指望你了。说到这里，王保忠是老泪纵横啊。2008年中秋，蒋洪刚将王海琴迎娶进门。这一次，他遭遇了比前2次婚姻大得多的非议与责难。结婚那天，当着亲友的面，15岁的女儿哭着指着他的鼻子问：“爸爸，你娶别人不行吗？为什么偏偏要娶我的2个姨？你让我在同学面前怎么做人？”街坊们见了他，也像见了怪物一样，虽然不敢公开嘲笑，但他每次总能感觉到背后有人指指点点。一次同学聚会，蒋洪刚带海琴参加。当他把海琴介绍给同学时，没想到同学们半开玩笑半当真的说：“蒋哥，这是你第几夫人呢？”他顿时无地自容，王海琴也羞得脸红脖子粗。那天的聚会，他们如坐针毡。最难堪的还是在单位，同事见了他都躲得远远的。一天夜里，县长将他叫进他的办公室，语重心长地对他说：“老蒋啊，你知不知道现在大家都在议论你，你可要注意自己的形象，千万不能毁在作风问题上啊。”蒋洪刚不服气地回敬道：“前2次婚姻的失败不是我的错。”县长正言厉责道：“为什么别人的婚姻好好的，而你的却总是出事儿？实话告诉你吧，由于群众对你的反应很大，你已经被取消后备了。”前途无望，女儿对他也是恨之入骨。自从他和海清结婚以后，虽然学校离家很近，但女儿仍然选择了住校，10天半月都难得回家一趟。每次回家，他除了要钱，就是拿回一大堆脏衣服，从不多说一句话，更不与海清搭半句腔。一次女儿回家，海清见他眼圈黑黑的，关心的叫他多注意休息，他却没好气地说：“你是我什么人？你管得着吗？”噎得海清半天说不出话来。在沉重的精神压力下，蒋洪刚开始借酒浇愁，破罐子破摔，家务不管，工作也无精打采。时间一长，海晴也心灰意冷了。为了打发时光，他像海燕一样学会并迷上了麻将，整夜不回家，也懒得去管他。2010年6月，蒋洪刚从县公安局一位民警朋友口中获悉，在一家宾馆的床上，民警将正与一个有妇之夫苟合的海琴抓了个现行。至此，他和王家第3个女儿的婚姻也宣告解体。好，故事说到这儿就结束了。